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——峡湾地貌。它诞生于遥远的冰河时代，冰川雕刻出山谷，海水倒灌，形成真正的峡湾。那一天，我背上行囊，想要登到山顶，一睹壮丽的峡湾风光。我们的目标就是爬到那个石头的左边去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山体，这雪崩过吧？哇，太漂亮了！在下太阳雪了，祈祷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看一看山顶的风景吧。大家可以看这是上来的路线。哇塞，这太漂亮了 ！Oh my god！ 然后这次比上次想象的快特别多。大家看那大石头没？就是我上次脚抽筋的地方。马上就要登顶了，我来记录一下最后登顶的这个时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哇塞，确实漂亮。冰川切削出坚韧的山峰，和大海相互交融，形成了我面前这幅北欧神话般的梦幻之地——挪威。想要抵达这里，有2种最便利的方法。第一，就是从博德乘坐螺旋桨小飞机。天哪！我们现在要飞去罗弗敦群岛，居然都是这种螺旋桨的飞机吗？我头一回坐这种。这是前往罗弗敦群岛唯一的航班。乘坐这个飞机是没有固定座位的，就像大巴一样，时间一到，自己走出航站楼，找到空的座位，随便坐下就行。这是我们坐过最小、最晃、最吵的飞机。但是因为飞行高度只有1600米，所以能近距离俯瞰峡湾风光。第2种抵达方法就是从博德乘船，可以直达3个小时就能到，但要花费800多挪威克朗。也可以像我们这次坐10个小时的环线，完全免费，经停勒斯特岛和韦略岛，还能在韦略岛下船去看看世界尽头。但问题就在于，一旦天气不好，就有困在岛上的风险。刚刚收到了房东来的消息，他说今天原定1点半去 Moskenes 那个地方船被取消了，因为这个天气。风太大了。这其实已经是我们被困在韦略岛上的第3天了。本来这里就没有什么游客，正常船2天也才来1班，再加上遇到风暴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定下这家岛上唯2的民宿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在北欧的孤岛上过上了岛民生活。接下来2天要跟海鸥作伴，接下来的2天就是我们独享这个小屋了，体验一下岛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片就是整个我们独享的阳台了，本来是共有的，结果现在变成独享。然后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房间。现在这一进来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客厅，这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厨房。接下来2天就都在这自己做饭了。然后这是，哇，这个窗户看到的外面的风景很漂亮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视，哇塞，这是谁拍的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爬上去的地方，但是它这个云海也太牛了吧！这有一个贝壳装饰品，装的都是小凡人的亲戚、亲朋好友。这个是卧室，因为没有其他人，房东很大方的给我们升级到了这个有独立厨房的房间。洗碗机、餐具、冰箱也一应俱全。我突然有一种我们现在被遗忘在孤岛上的感觉了。它这个地方唯一的一家餐厅今天不开门，只有星期6的晚上才会开3个小时，而且还要提前预约。我们只能自己做饭吃了。这边有一个超市，这里是岛上唯一一家超市。我们来买点晚饭。哇，这个岛上的东西挺全啊。我们上船的时候看到那些大货车，应该就是给他们供给生活用品。这个岛上的物价怕不是会更贵啊？看看这盒葡萄多少钱？这是53块钱。
大概人民币就是40。来看一下这个可乐啊，到哪儿都看一下可乐多少钱。比如说这个无糖可乐，32.9块乘以0.7，哇塞！这个蓝莓是一盒50块钱，差个人民币就是30多。天哪，这个全部都是不认识的。虽然超市里的字儿我们一个都不认识，但还是吃到了小螃蟹心心念念的西红柿鸡蛋面。我来说我的发明吗？这个是超市买的意面，然后配上西红柿鸡蛋卤子，然后还有榨菜，但是这个牌子的榨菜没有那个牌子的好吃，没有那个脚踩的好吃。不是脚踩的，那个爆出来的是脚踩的呀。快关掉这段掐掉！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我们现在呢是住在这个小镇里的小岛里的第二个早晨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外面还是这样的天气。2月的北极圈时常有风暴，风暴来临之际，船舶会停航，当然也没有办法去爬山，更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。所以岛民的第2课就是要学会欣赏风暴美学。在这里，你没有办法改变天气，只能静静的等待风暴过去。能不能听到全部都是海鸥的叫声？现在呢是这个小镇的蓝调时间。哇，这是我们独享的早晨啊！看，这就是我们酒店蓝调时间，看上灯光好漂亮。慢慢开始下雨了，让你们听到这个雨打在我冲锋衣上的声音。下雨了，咱再拍会儿再回去。下雨了好啊！地上的这些原木应该就是他们拿来搭这个晾鱼架子的木材料了。拍两张照片。风太大了。哦。海鸟们在风暴中尽情飞翔的记忆。我也回到房间，听着音乐，欣赏着风暴给这座孤岛带来的朦胧感。哇塞，好蓝啊！哇塞！本来呢，我们是想继续去超市买东西的，结果今天星期天，超市星期天不开，唯一开的，我们的房东跟我们说就是那家汉堡店，希望他开着吧。来，启动了啊！悠着点儿，悠着点儿。我就适合在这种地方开车，没有别的车。只要冷一点，它就会变成雪。是。是这条街的 CBD 了。哦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伟烈岛上的 CBD， 看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警察局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确切的位置了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就前面亮的这块。哎呀，开着叶子，就这家。这家商店就是我们的救星，谢谢你开业，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。然后它这边有2个椅子，这边有可乐，然后有冰激凌，然后这边有卖薯片的一些东西。他们这边的餐厅里边还有可以打牌耶。然后呢，是一个小伙子在这边做主持。这家店的生意非常不错，街道上一个人都看不到，没想到都聚集在了这里。客人和主厨都互相认识，在这么小的地方生活，
人际关系应该很简单吧？你说这其实跟咱们家旁边小卖部没什么区别，都一样的，只是说他做的是汉堡，我们做的是鸡蛋灌饼和那个烤冷面，对吧？说你看这边这个糖果，那不是一样样的吗？各种各样的糖果，就跟小时候小卖部我们卖的是辣条，他们卖的是糖果。当我们正一边享受晚餐，一边玩 Pokémon 打岛上的道馆的时候，居然被一个大哥给搭讪了。Okay. Let's do it. Got a Pika. Oh, Wait. A Pika from Tokyo. Yes. That's super cool. 大哥说他是第一次见有人在岛上玩 Pokémon， 一直是孤军奋战，从来没打赢过道馆，于是就邀请我们一起。大哥出生在挪威的南部，碰巧的是他也是一个摄影师，但现在已经不是全职了，因为他在维略岛上当渔民。我说你为什么要放弃摄影师的工作来打鱼？他说其实打鱼比摄影赚钱多了，还不忘强调说多太多倍了。如果不是这场风暴，我们怎能想到会和挪威友人一起困在维略岛上打道馆呢？终于在第4天的早晨，天气稍微好转，前往罗夫敦的船舶终于通航了。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困住我们4天的小岛了，拜拜。这是我们时隔1年第2次来罗夫敦，就是专门计算好了时间来看雪的。但当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，仅剩的一点雪也被暴雨融化了。大家能不能看到现在天空中的云层次感分明，天气相当恶劣，我感觉人已经被吹不平了。纵然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大风的地方，但是每次来这里，这个风还是会震惊到我。但是雪要多好。哇，小白做好了晚饭了，我来尝一尝，评测一下。今天天气变好喽，我们要去爬山了。这在雷纳已经算好天气了。是的，它不刮风不下雨，已经是极好的天气了。我们又出发来登山了，今天天气终于变好。前面这段呢是有这样的楼梯，但是还是需要注意，这块有冰。走错路了，我们现在不在路线上，要走到路线上。你先收起来吧，你这样能拍吗？我不能拍，你拍吧。好像像那个太空人似的。太空人？嗯。我没有那个透明的头罩。你这个帽子现在整的挺像的感觉。宝宝，你能给我指一下我们要爬的是哪个山吗？这个山上得去吗？他说他找了一个很罕为人知的徒步路线，非常的小众，都没什么人爬，然后难度等级是 hard 的。我们前2天刚在那个另外一个岛上爬了一条 hard 的路线，但是感觉还可以。但是现在你看它雪都化了，所以难度降低。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要小心它
雪化之后融的冰。OK。从这儿沿着上去吗？也还是继续直走吧。看，我们已经上来这么高了。其实欧洲有很多这种徒步路线，也没有景区，没有人看管，没有人对你的安全负责，但是需要你有一些经验，然后带好装备，看好天气，你就可以出发。很像我小时候一个人到山里面去跑，现在可能大家都住在城市里，就没有这种经验。然后欧洲这边的说法叫 hiking， 徒步。我觉得人呢，其实不应该一直住在钢筋铁骨的房子里，然后坐着地铁往返于格子间和家。那应该在空闲的时间多去接触大自然。我站在远处的时候就在想，这个山要怎么上去？然后你绕到它旁边就会知道，哎，这里有一条小径可以上去。小螃蟹的旷野之息。塞尔达里面有个叫雷什么山，有那个雷人马的那个。卓拉领地的那个呀？对。啊，不是。你说的是拉尼尔山吗？应该是，就是有一只冰龙在那儿盘旋。是拉尼尔山。然后还有一些，哎，看那个鸟，那个鸟也可以吃回来吃。是高级禽肉。哼，我的妈呀，这是风景爬山太绝了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要提升海拔了。我们现在要在这里穿上冰爪了，要及时补充水分。后面可就没有这么简单的路了，这段都是走平路，上来真的要开始爬了。要踩下去对吗？还要给它穿过来，因为它这段会长出来，你长出来之后你不管它的话，它就绊脚。对。现在 OK， 你走吧。因为 Links， 哎呀，走得比我快，所以我们为了赶这个好天气，我要先自己往上爬一爬。哇，这个斜度我可能是第一次。哇，小白真牛啊！宝宝，你这样爬的时候，你就拿镐尖儿，这样就会好很多。你要不是撑在地上，要不是拿镐尖戳在那个前面的雪面上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挑战登顶雪山。如果不是 GPS 显示这就是正确路线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是从这儿走。哎呦，真的是不太好爬，但是后面的风景好棒啊！所以这那是路吗？这是一条小溪，夏天的时候这是路吗？登雪山的第一课就是学会用冰镐紧急制动。对的，镐是这么拿的。来，你来试一下。我要滑下去了！啊！不是这样，可以起来了。就是它一定是要是在你正身下的。对，你给它摁住。对，你这只手的作用就是摁住它，让它镐不要歪。你是要正的插在雪里边的，握住镐尖才有用，对吧？它插在上面，然后撑着你。这太危险了。在石头上的时候其实也挺稳的，但是你要卡准它的角度。风变大了。这螃蟹太屌了，初四初师这么厉害！哇，我们上到这个地方，爬升了好多了，但是也离终点也还有些距离啊。接下来应该都是这种比较陡的路线了。就挺陡的哈。视频里可能看不出来了，但是你爬的时候还是觉得它蛮陡的。我们在那儿穿冰爪是正确的判断，因为别的地方根本就穿不了。看吧，我
不知道视频能不能拍出这个斜度。小凡真牛啊！你上来给我爬这种路线，看看我们侧面的斜度，好吧？我觉得我可以爬得比你快，不是我骄傲，真的。旁边是这样的。哇塞，能拍到一点儿。我说怎么有白色的什么东西在那动呢？宝宝，你现在这个背景像是在爬喜马拉雅，太帅了。我们在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上，加拿大，还有这边都看到了雷鸟，太棒了！我们上去。还会不会是？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怕你危险。怕我危险？嗯，我完全没有。因为刚刚这个路线真的很多人第一次爬雪山都不敢爬的。你要是给我第一次，我吓坏了我没啥感觉。你厉害呀！首先我看到这个雷鸟，我想它又是像之前法罗群岛的羊一样，像在日本雪山上遇到了鹿一样，就是指引我，引导我走向安全。希望让小朋友和我平安。我们继续上吧。哇，这个大坡！哪有第一次爬雪山就像你这么猛的呀？我们还有100多米才能到山顶，现在天气有点变差了，我再看点天气预报好吧。现在风大的夸张哎！宝宝，山顶快到了，风好大。那我们先赶快上吧，好吧？没时间了，走！说实话，本来一上到这个垭口，我觉得这么大的风就想放弃了，但是马上你就看到山顶了，它就马上给了你力量，不论是心灵上还是肉体上的，这太神奇了。现在就祈祷山神能让我们站到山顶上，看看山里的风景，然后安全的下山。我感觉刚刚一上到这个上面来，看到山顶的这一瞬间，获得了很多勇气和力量。是不是觉得底下爬的都值得了？太漂亮了！我最开始的想法是，这个地方你用无人机拍也是一样的，你为什么非要站到这上面来拍？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，你站到上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即将成为你正式第一个登顶的雪山，居然是在挪威。我们上吧。大家看，我们已经跟旁边的山差不多，快齐平高了。狂风居然停息了，安静的只能听到一步步的踩雪声。山顶不远了。你在那干嘛？我发现最后这段看着缓又缓，但是是最累的。它很远，就是你感觉明明近在咫尺了，但是还是不到呢。山顶了吗？走啊！到了吗？走啊！真的！嘿嘿嘿！不行了。真的到了吗？看吧。我不是半山腰吗？走吧。你看我吗？你已经看到了吗？走吧，我现在是你的跟拍，走。现在是我的随行摄影师吗？哦，那边是伟略岛吗？对。我操！对啊。哦，我们之前在。而且拍的那个照片，看到这边山很陡峭的，我们上来了。太神奇了吧！哎呦！注意看前方。我的天啊！
不能造墙了，不能造墙。恭喜小螃蟹完登人生中第一座雪山，时间是2024年2月，在这个罗浮敦的这个雪山上。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我感觉你的眼眶已经泛红了。我在山下的时候，然后我看了这边，我就说你用无人机飞不是一样的吗？但是现在呢，我站在这儿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无人机只是一个照相机，它只是一个拍摄工具，但是你人站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才真正的在你脚下。1周前，我们站在韦略岛上眺望这里，心想对面的山是那么险峻，那么难以靠近。然而1周后，我们竟然站在这个山顶眺望韦略岛。小时候，我在地理书上学到了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——峡湾地貌，而26岁的我，此时此刻就站在这里。我仿佛穿越时空，看到小时候那个伏案阅读的自己。小时候的我无法预知未来，难以想象自己可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。只有到了现在，当我回过头看时，才发现我走来的这条路线是如此明晰。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山顶，直到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去。哦